你们期望挑到什么垃圾吗？iPhone 15，叉子啊、汤匙啊、刀子啊，这些都有可能在里面。会捡到现金呢，捡到钱呢。看我今天可不可以捡到你们最夸张的。找出爱能源，发起新行动，永续 Power， 一起沃克出面包好好吃哦！星仔，起来工作了。今天要做什么啊？我们接下来要做厨余现况的说明，还记得吗？哦，对，厨余，泡芙，我才刚吃饱，现在看到厨余，我想吐啦！可是我们还是得要看看小太原的厨余报告啊，不然待会真的不舒服的话，你就先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好吗？我知道了。上一集的新闻中有说，美食王国每一年造成的食物浪费有79万吨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人平均一年浪费了将近170公斤的厨余量。其中还有一些没有办法回收的厨余被丢到一般垃圾中，造成美食王国垃圾山的数量越来越多。垃圾山？为什么会有垃圾山啊？这就要讲到焚化炉的部分了。美食王国目前总共有24座焚化炉，每天只能烧900吨的垃圾，而王国2023年的垃圾产量高达1157万吨。那这样怎么烧得完啊？而且感觉好像会很臭哎。不仅如此，厨余中的水分会让焚化炉很难维持燃烧温度，盐分太高，容易伤害炉体，造成焚化炉生命缩短。而且给焚化炉燃烧的垃圾中，有30%都是厨余。好多哦，所以如果做好厨余回收，不但可以垃圾减量，是不是可以让焚化炉使用更久呢？但我们要怎么做厨余回收啊？目前主要的厨余回收是用堆肥的方式来把厨余变成肥料加以使用，只是这种方式需要将厨余静置3到4个月，让它们自然发酵。但是这样就很容易发出臭味，这样周边的居民会不会受不了啊？要是在我家附近也臭臭的，我会很不开心哎。因为这样，我们这次请玉斐乔英探员到虹桥环保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，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仅用3个小时就能将厨余变成肥料的哦。好厉害哦！那我们赶快把画面交给小探员吧。Hello， 我其实还蛮紧张的，还有一点期待，就是到他们那边会做一些体验。你们期望挑到什么垃圾吗？我猪场 iPhone 15。如果挑到猪场，你敢抓吗？没有，可是等一下就是要做。我们等一下见，拜拜。Hello， 2位小探员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们？我知道啊，是泡芙跟星仔派你们过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是谁？我是虹桥环保的张大哥啊。然后我们有可以把厨余3个小时就变成肥料的技术。可以快点告诉我们是怎么弄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走吧 ，Go。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第一站，因为厨余到我们场内都要先下来。这一桶一桶里面装的就是厨余。那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来这边，你们拿看，然后猜它是几公斤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不然的话，乔英你先。可以，没关系，你现在还拉不动。你猜几公斤？46。哇，好，那现在换你啦，你试试看这样几公斤，你感觉一下。60。
哇，你们很厉害耶，其实很接近的。这一桶的厨余桶啊，大概就是50公斤左右。我们桃园的话，一天大概处理1700-800桶左右。那一年应该就比101重。对，一年一定比101重。体验完第1站，我们现在去第2站去做体验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那我带你过去，走。那现在就是来到我们的第2站，你就可以看到他们都要负责把厨余里面的垃圾挑出来，比如像垃圾袋啊、叉子啊、汤匙啊、刀子啊，这些都有可能在里面。那因为它不能是当成我们肥料的原料，所以都要把它挑出来。所以等一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去体验他们的工作，你们要挑15个垃圾从里面挑出来，然后你们就过关了，好不好？你接受这个任务吗？接受哈，好。你接受吗 OK。蜗牛出来！里面有蜗牛，开始出来了。看我今天可不可以捡到你们最夸张的？我捡到现金呢，捡到钱呢。我要钞票。好过。对呀。找到了。现在放松。你看大骨要拿起来，太大的骨头不行。空的心要捡起来。太多了吧？哇，你们眼力都好好哦！你们在这里工作几年了啊？好几年了。好几年。捡到最奇怪的东西是刀子嘞。刀子，那你们有划破过这个吗？被吃破。手套会破啊，有时候再摸。有点破。人工手套，哇，大垃圾袋，哇！那他们应该要先剪掉塑胶袋，再丢进来啊。先在这里暂停一下。刚刚看到里面真的有超多塑胶袋、餐盒、餐具，这些明明不是回收的厨余。对啊，还听说之前有捡到刀子和叉子，这样会让负责检查的大哥哥、大姐姐容易受伤，想起来就觉得好痛哦。没错，不过也有一些比较难分辨的，大家一起猜猜看，哪些是可以回收的呢？果皮、蛋壳、笋壳、粽叶、虾壳、鱼骨、玉米芯、大骨头，这些都是厨余，都可以回收吧？大家想好了吗？能不能回收，取决于机器是否能够搅碎、压缩、分解。太大的骨头、纤维较多的叶菜等，都容易导致机器损毁，所以不能回收。而小的骨头、虾壳、蛋壳这类的机器，有些县市还能够处理，所以可以回收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没错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这些厨余变成肥料的过程吧。好，你们刚刚已经体验完挑拣的部分了，然后你们刚刚挑完的东西会到这一台机器，它是做粉碎，它把它粉到适当的大小。这一台机器是要把它脱水，厨余的含水率有90几%，脱完水以后，100公斤会被脱70公斤的水出来。它脱完水以后就长这样子干干的。现在感觉是毛干燥。对，就会比较干燥一点。接下来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酵素就是我们的秘密配方，有它才有办法3个小时把厨余变成肥料。搅拌好了以后去做反应跟加热，就变成外面一包一包你们看到的肥料。哦，3小时那很快。对啊，传统的堆肥要2到3个月，其他高效的技术大概要7到14天。那这里是最快的。对，你可以闻闻看还有没有厨余的味道，就是土跟肥料的味道。我个人觉得还有点香诶，还有点香啊！我们的酵素它可以把里面原本的一些臭味去把它去除掉，然后变成香吗？对，好厉害哦！他们的特殊酵素跟处理方式，让大家原本避之唯恐不及的厨余，更快也更无臭的被处理了。但刚刚小探员真的挖出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哦，到底要怎么做好厨余回收呢？这确实让人头昏眼花，
因为地方的回收标准不一致，所以要去查看每个地方的回收标准，或是可以上网搜寻回收大百科，上面会提供很多有用的回收资讯哦。真的好麻烦哦。为了让环境变得更好，我们就多努力一点吧。不过，关于厨余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们也请小探员继续访问张大哥，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厨余目前的现况。那我们就把画面交给探员。张大哥，我们有问题要问你。好啊，你问。厨余不是又脏然后恶心臭，然后那为什么你一开始会踏入这个工作？我们是家族企业，家族企业。我爷爷那时候就是跟我爸爸他们那一辈，就是说事业经营有成以后，要记得回来回馈社会。厨余如果没有当天处理完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台湾一天大概是1300吨左右的厨余，政府收的。厨余其实放到隔天，不要说隔天，有时候放半天，可能就开始变很臭。所以其实厨余就是当天可以处理完，那是最好的。你既不会有臭味的问题，又不会有污染的问题。做我们这个产业，就是一旦你被抗议，那就是停工。对对对。我们刚刚在体验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他们就是不是挑厨余嘛？对。捡拾这些东西就一定只能靠人力嘛？我们是要把它做成肥料，所以不能做成肥料的东西，像纸袋啊、塑胶、金属等等之类的东西，一定要挑出来。那现在为什么还是用人在做？其实我们有尝试过用影像辨识、用机械手臂去把东西挑出来，但是因为现阶段的技术良率还没办法达到很多。那如果没有办法把全部东西都挑出来，那我们后面的设备可能就会受伤，它可能就会故障坏掉。对，所以现阶段还是用人去挑。如果我们就是放弃厨余回收这个工作，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？如果厨余你都丢在那边不管的话，那当然就是又脏又臭啊。又脏又臭。然后它的那些水会渗到地下的水里面去，做成土壤里面，然后就会造成地下水的污染。以前不是像我们这样处理的时候是拿去喂猪，他们要把厨余分成是可以喂猪的，叫养猪厨余，不能喂猪的叫生厨余或者是堆肥厨余。所以厨余是传染猪瘟的媒介。现在就是我们想办法不要让厨余直接去喂猪，因为有可能让猪生病。在台湾猪瘟是还没进来，可是其实国际上猪瘟的疫情还是蛮严峻。现在还是啊？现在还是。就是比较大家不知道的东西，然后但不能丢厨余分类的东西是真的。正常来讲，其实厨余就不会有包材，比如说便当盒。比如说免洗餐具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厨余，就不能丢进去。那当然很多人图方便还是丢进去了，这个是目前现阶段最常见的问题。有一些蚌壳类的东西，我们还是有宣导说不能丢进去。我在里面有挑到很大片，差不多这样很大片的骨头，那这样可以丢吗？其实大片的骨头就不适合。因为我们看是什么时候猪骨头那些都还好，但是到牛骨其实那种大量的时候就会对设备造成损害。那其实一般家庭里面不会有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通常是市场里面可能才会有。你们问完我觉得就换我问你们，你们今天过来这边，然后了解了厨余回收的状况的话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感想之类的？我觉得很酷哦，就是我有看别人也来这里。然后我就是真的没有看到那个蓝色桶子在经由那个机器，不是这个难以形容的。难以形容。以前这些东西都是用人去搬，那我们经过几次以后就觉得不想要人去搬这件事情，所以就用轨道去做这件事情。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你比较印象深刻？挑垃圾那一个。挑垃圾。很辛苦的。手会酸。然后我还有去问他们有没有挖到一半被刀子割到，然后我想说那边可以做一个门槛，然后只有厨余可以通过。然后我知道我想象力太丰富。没有，其实你想象丰富是对的，你就是会有这种想法，然后开始去想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啊。对，我喜欢你这种思维。这一块是大家就可以帮忙。也许你们回到家里以后，你就可以告诉他，这些东西真的不要丢进去，后面其实都有人想办法帮我们收拾这些东西。像你讲的，希望透过今天你们过来这里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去告诉，不管是你们的朋友啊，还是你们的家人，还是等等之类的，告诉他们说，以后就是在厨余尽量去减量啊，然后做好厨余的分类啊，
对啊，你要多跟他们分享。然后以后就把它们抓来这，你摸，你平常都那样，如果他这样，每天都丢很多厨余，你就带他来这边体验。来玩玩看。对，来玩玩看，好不好？嗯， OK， 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边结束喽。那我们就把画面交给泡芙与新仔，拜拜。原来关于厨余处理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呢。难道没有我们在家中也能做的厨余回收再利用吗？当然有。前几天我们发出了调查任务后，有小探员分享了他们家处理厨余的方式，我们也来看看小探员是怎么处理厨余的吧。好哟。我们家在季节到时会用橘子皮跟柚子皮做好1年的清洁剂哦，很天然又环保，用来擦桌子跟地板，超级好用的。最近也会把咖啡渣收集起来，放在冰箱，可以消除异味。我们把金针菇梗拿去养蚯蚓，蚯蚓生活过的土特别松软，它们的粪便又非常的营养，可以当做培养土，堆在盆栽中，会养出特别漂亮的植物。另外，装大颗的水也可以拿来浇花，要多给植物一点营养哦。哇，这位小探员居然可以用厨余来养蚯蚓，那个土还能养出这么健康的植物，我要抄下来，在基地旁边来试试看。嘿嘿，多种一点可以吃的蔬果，果树长大还会结果，果皮也可以拿来制成清洁剂，既环保又能循环利用。小探员们这些点子真的太棒了！希望各地小探员们看到这次的调查报道后，可以记下上面的好方法，多多运用这些厨余们，减少厨余量，一起在生活中落实分类，做好厨余回收。还有，不要让食物变成厨余，才能最根本的解决问题。上一集的蓄食3原则，多用在地食材，规划性采买，买多少点多少，也要记得在生活中好好实践哦。好感动哦，新仔，你真的有在听哎！我本来就有在听啊。那我们这次的系列专题报道就到这边。如果看影片的大家也想分享自己家中做了哪些厨余利用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互相交流讨论哦。还要记得订阅、追踪、按赞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